相关话题来连线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沈先生您好。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已经揭晓，90人当选新一届立法会议员。那么，对于这次选举的过程和结果，您的总体印象是什么？西方国家包括香港内部一些乱港的势力用各种所谓的知识体系、理论和指标，全方位的试图贬低这次选举的结果。这里面有2个概念是比较核心的，一个是所谓清一色。它的这个清一色说穿了指的是什么？就是要达到他们嘴中不清一色是混一色的这种目标和标准的话，那么就要允许那些危害国家安全、扰乱香港、作为自己谋求个人政治资源、为外国势力在香港代言的那些不符合爱国爱港标准的个体进入到合法的选举过程。对于英美国家来说，他们如果要追求那种混一色，首先在各国的内部就要加以实现。比如说，英国就应该允许拿着炸弹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作为合法的参选代表，是拿着炸弹拿着武器没有放下武器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作为合法代表参加他们内部的选举。英国就应该张开双臂甚至主动欢送苏格兰的独立势力，允许他们实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和平的分离做到这些标准之后，再跟我来讲什么混一色和清一色。至于美国方面，那就应该把冲击国会大厦的那些人当成美国的英雄，甚至让他们当选成为美国国会的议员，然后再跟我讲什么清一色混一色。中方提出的标准，爱国爱港，不在香港从事威胁国家安全的行动，这是一条基本的底线和门槛。符合这条基本的底线和门槛所进行的选举制度，对于香港来说，才能成为助力香港未来良性发展的一项制度，而不是像英美那样预设的通过混淆这种概念，让各色混杂的。包括英美扶持大量的这种代理人借助选举进入到香港的治理结构，然后合法的开展将整个香港特区运行陷入瘫痪状态的各种破坏国家安全的举动。我觉得他们对于清一色的这样一种怎么说，近似于咬牙切齿的这种恶毒的诅咒，恰恰反映了他们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图谋的破产以后反映出来的这样一个错误的嘴脸。同时它也反映了如实的反映了什么，就是未来通向香港实现一国两制健康运行的道路仍然是非常漫长的，有各种各样艰巨的斗争。为什么？因为在过去有太多的香港的民众被英美的这些错误的思想所误导所迷惑至今仍然以某种方式局限在那个错误的框架下。他们把毒害香港的力量看成是香港问题的救星，把砒霜当成了蜜糖甚至是把砒霜当成了治病救命的良药这有一个觉醒的过程这有一个教育和沟通的过程，这有一个用治理绩效的改善、生活实质性的提升作为事实进行这种辩论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对此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和耐心。此次立法会选举的一个特色就是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选贤任能，杜绝了过往一些人能够自动当选的现象，躺赢的情况一去不返。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认为这就是制度设计，这是真正意义上实现的全过程民主。就首先你从制度上保障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民主的过程我们要这个民主的过程不是为了满足少数野心家的这种个人的政治野心，也不是让民主变成某种这个怎么说一种遮羞布，就像欧美国家一样，好像我只要有了这个民主的过程，我这个国家不管治得如何稀烂我是民主的，所以我就 OK 了，我就 OK 你就去接受，不是这样。
我们要把这个民主的选举过程变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才选拔机制，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选贤任能，就是要让有才能的人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的制度进行，注意是良性的竞争。这个竞争是要有导向性的。为什么要竞争的是这些人治理这个社会、治理香港的能力？他的参政议政的能力，不是捣乱的能力，不是玩弄文字游戏的能力，不是搞这种制度性的游戏，看上去非常具备专业的知识，其实对改善香港的民生毫无注意。要选出一批真正有用的人，去为治理香港群策群力，汇聚各方的意见，共同开展行动。而不是说选出一批人整天跟特区政府作对，让特区政府寸步难行，啥事儿都做不成，却称其为民主。那这次在各个组别有效地杜绝了以前所谓的这种躺赢的现象，极大的在爱国爱港的基础上，让有志为香港服务和做出贡献的这些人进行这样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是至关重要的。这是香港通向善治尤其是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治理方面的问题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制度上的保障。国新办周一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白皮书开宗明义地指出，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没有民主可言，并强调是中国政府创建了香港的民主制度，并在实践中支持其不断发展完善。在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次日，中方发布白皮书，主动构建论述，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呢？这本白皮书的作用是要在香港这个问题上正本清源。这个正本清源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我们要对抗的是英美国家从后殖民地时代开始系统形成的一套殖民地的洗脑话术。举一个简单例子，我记得有一些这个香港的一些所谓的教材里面它甚至可以重构整个鸦片战争的事实，把向中国贩卖鸦片的英国描述成为香港的保护神。就这种方面，这个欧美国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所以这次我们颁布的白皮书，系统的、全面的、清晰的阐述了事实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民主，在英国殖民时期，在香港这个地方它是不存在的，它不存在实质性的民主。它不存在任何香港当地的民众以所谓民主的方式参与到自身的治理过程去的这样一种安排。从历史事实来看，英国在这个殖民统治的末期，基于破坏香港内部发展、破坏这个和平交接的这样一种目的，用埋地雷的方式，激进地引入了一套问题百出的所谓民主制度。让英国扶持的代理人凭借这套民主制度，在一段时期内获得了事实上在香港祸乱整个香港发展态势的这样一种巨大的能量，并且用这样一种所谓西方民主的外衣，配合殖民地时期对香港民众长期进行的知识体系的灌输和教育，在香港的特定的一些功能组别所代表的精英阶层当中植入了大量思想上和认知上的病毒祸乱了他们的行为，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错乱的认知这种错乱的认知最终在2019年以一种极端化的方式爆发了出来。它告诉我们，这种西方植入的所谓称之为民主的东西，对于香港自身的发展来说没有任何的收益。香港需要的是什么？香港需要的是白皮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政府在香港建立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次选举就是通向这种真正意义上民主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们在外面持续不断地完善这种民主的制度，确保通过这种制度能够产生治理香港所需要的人才，能够保证
各方真正的利益关切能够在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得到全面、正确、客观的对待，并且为香港整体的发展注入一个良性的治理环境。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香港人民、全体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将看到越来越多清晰的事实，也就是只有白皮书中所阐述的中国政府在香港推行的民主制度，对于香港的发展才是有益的、有用的以及可持续的。好的，也谢谢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